钱法官，为什么你的儿子会进去韩刚的病房，还穿着白大褂？撞到韩刚的是你们的车，你真的觉得这当中没有任何关联？因为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了哮喘喷雾剂，上面有你的 DNA。如果他们把哮喘喷雾剂的 DNA 跟呕吐物拿去比对的话，但是哮喘喷雾剂上没写我名字，他们怎么知道是我？早上我们的垃圾桶被人翻过，垃圾里就有你用过的哮喘喷雾剂，里面有你的 DNA。如果把这3件事比对，就能证明你曾经去过现场。洛文，我可以进来吗？哦，你是有什么重要的事？因为我要准备走了。唐轩来找过我。我猜他跟我一样，已经看穿了你是故意错误的引导他。所以他去找你，想说服你去举证我。你很担心吗？他非常肯定地跟我说，马山宝不是凶手，他早晚会查到案情的真相，查到凶手是另有其人。如果今天我作为一个代理律师，你觉得我该怎么劝我的当事人啊？我觉得你不应该接这个案子。洛文，你很有自己的目标，你是一个好律师。谢谢，我要走了。一伟，爸爸，你留在家里，等我回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回来再跟你说。爸爸，警方已经查到是你，我猜他们很快行动。韩奎龙在警署有内应，这是我最担心的事。如果你被抓了，你根本等不到上法庭。这次是不是真的要走？这次真的要走。OK， 你尽快收拾东西，我们坐今晚的飞机走。好，儿子，我们可能不再回来了。爸爸，马山宝的死是我们造成的吗？不是我们，是我。光这个罪，我就要坐10年牢。对不起。负责俩，别说谢谢，收拾东西。
怎么了，爸？有人跟踪我们。啊！被他发现了。喂，喂，胡 Sir。我需要你向法院申请一份出境禁止令。你要禁止谁呀？秦玉的儿子秦一伟。为什么？我稍后再跟你解释。他正前往机场，一定要在他走之前拦住他。喂，你现在还在放假，如果你再插手这案子的话，让内部调查科的人知道了，后果会很严重的。如果让他离开好港的话，就一切都来不及了。你相信我，我手上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指证他。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我什么时候试过随便指控人啊？七哥没交代说什么时候回来，你再这么下去，七哥没回来你就先倒下了。喂，金法官，你在哪里啊？在法院找不到你啊！你找我有事啊？哎，真是的，原来呢，命运弄人这句话呀，是真的。如果你找我没事的话，如果不重要，重案组总督察胡 Sir 就不会找上门了。说重点吧。他过来呢，是要我签一份限制出境令。哇，那个限制人就叫秦一伟。哎呀，我不记得你儿子叫什么呀，但是上面的地址呢就写了你现在住的地址。那你签了吗？签了呀。我找你呢，就是希望你明白，我只是公事公办，绝对不是想报复你。爸，没事吧？有事。我有事要出去一下，大概2个小时左右我就回来。你不要离开这个房间，不要接触任何人，知道吗？如果你饿了，打电话叫外卖，还是别打电话了。我一会儿买吃的回来给你啊。爸，总之你听我说，不要走出这个房间，我很快就回来，知道吗？一伟，这关我们一定能过，
你是我儿子，我不会扔下你的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会。知道吗？把门锁好。斯文人，有话好好说。取消那个限制令。胡色说你儿子车祸之后肇事逃逸。我跟唐督察有些误会，他来不及报告。总之我会向他们解释的。真是这样吗？胡色有证据吗？他说晚一点交给我。没有证据你就签限制令，这样不合规矩，我可以投诉你的。你儿子的确是要去国外哦，而且正好是在警方怀疑他的时候。是，我儿子有哮喘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我找过很多方法，找过很多医生都治不好，直到找到这个专科。所以今晚我一定要过去。你也有儿女，为人父母，你应该很清楚，只要你用治病这个理由，就能取消限制令。我不会这么做。我说的还不清楚吗？流程上我是提前了，不过也不是没有先例。协助警方是我们法院的义务，只要他之后把证物补上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合情合法的。如果后补的证据不足呢？这可不是我的责任。耽误我儿子的治疗，导致他越来越严重，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话，责任一定在你身上。如果我去投诉，你将被评为一个最冷血、最不人道的法官。对你竞选法院院长，你觉得有胜算吗？有时候查案真的要靠运气。不过站在人道立场呢，看病是很重要的。谢谢。阿伟不见了。什么？你确定？他们说季长荣带走了阿伟，我去了他家找他，但是他一直没有回来。喂，你不是最有办法的吗？你说句话！是你把阿伟害成这样的，你不能不管他呀！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回家了，我希望有奇迹出现，但是没有。阿伟他没有回来过。好，我现在马上过来。一维，你可以出境了。不过还有点事要处理，留在房间等我。喂，一维，听到了。他真的等了我1天1夜。是啊。换个电池，没电。喂，齐长荣，你终于肯接电话了。我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打开。
我现在不方便去你家，我们去外面谈。去哪里？记得大王庙吗？记得，我们小时候经常去看神功戏，当时你要……记得就好，一会儿见。谁啊？维维，是外婆。维维，外婆，先进来。哇，维维，你干嘛来这种地方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外婆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莎莎，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你。眼睛怎么肿了？哭过？我想进去上一炷香，保佑阿威平安。好。七哥，里面没有人，安全。飞雪，你们两个留在这里。好。我要在神明面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老实回答我。你约我来这里，就是有话要问我。阿威在哪里？他很安全。那他在哪里？娄威他惹了麻烦，我安排他跑路了。他走了，不跟我说。他走了，说叫我好好照顾你。他叫你照顾我？大家都是旧城区的人，互相照顾有问题吗？你安排他跑路，那去哪里了？哎，他安顿好，自然会告诉你的。我只能说这么多了。那你现在打给他，我要跟他说话。你现在才关心他，你不是带着孩子回娘家了吗？娄威是个废物，他闯了祸，扔下你们跑路，就是这样。阿威在哪儿？在哪里？她是他老婆，你不应该问他吗？在哪里啊？知不知道你撞的是什么人？那条路的人和车并不多，应该是流浪汉吧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没想过要停下来。逃跑不一定是坏人，很多时候是出于本能，因为恐惧导致惊慌过度。特别是你这种年轻人，法庭也会考虑这些因素的。为什么你爸不带你去自首？他有带我去，是我不敢去。所以他现在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我。他现在在哪儿？薇薇，带着这些秘密生活，你会憋死自己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，所以我决定自首。我还是大律师，我一定会陪着你。在哪里？反正就是在这附近。我问你在哪里呀？我这里每棵树都差不多了。
在哪里？在那边，那边。哪里？挖开它，挖开它呀！您好，如果需要留言，请在信号声后留下您的语音。一维啊，我正赶回来，你那边没事吧？爸爸，我现在去自首，对不起。唐轩，师姐，有结果了吗？你要的基因对比测试结果出来了，就在里面。结果是什么？应该是你想要的。谢谢你，师姐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我是秦一梅的爸爸，他在哪儿？哦，他正在里面录口供。秦法官，你不能进去。我儿子在里面录口供，我要陪他。他已经有律师陪同。谁呀？沈宁律师。麻烦秦一维先生，你尽量回忆意外发生经过，详细的跟我们说一遍。我刚刚拿到驾照，那天路上车很少，我想试试加速，但后边好像有辆车要超车，
我本来就在最左边的慢线上，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右边，谁知道他会从左边超车？最后我撞到了他。维维，你不是说撞到一个流浪汉吗？怎么会变成撞车了啊？我记错了。意外发生之后，除了沈律师之外，你还有没有跟任何人说？没有。我之后马上就把车开回家，然后躲进房间。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连我爸也不知道。我复述一次你说的内容：你是实习司机，当天驾驶的时候在左边车道，然后后面有辆车突然加速超车，你很害怕。对方超车的时候，两车发生碰撞。因为你很害怕，所以没有停下来，直接开车回家。回到家也没跟任何人说过。后来车就被偷了，这是你的口供，有没有问题？也就是车祸发生之后，你不顾而去。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当时有下车吗？你有没有尝试接近那个伤者？没有。那你记不记得你撞的是什么车？摩托车。翻查记录，那天只有一宗交通意外，就是一辆私家车与摩托车相撞，私家车司机肇事逃逸，摩托车司机昏迷重伤，伤者不是流浪汉，而是韩氏家族韩奎龙的儿子韩刚。停，暂停。我需要跟我当事人沟通一下，你不要再问下去了。秦法官，听说你儿子来自首了。是我申请的出境禁止令。我知道，跟踪我的人也是你。我一直都认为，你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有智慧的。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么愚蠢的事。这一份是 DNA 的检测报告，从车祸现场找到的哮喘喷雾剂上的唾液样本，和我最近怀疑的嫌疑人的 DNA 完全吻合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搜证的过程不合法的话，包括偷我的垃圾，一样不能作为呈堂证据。秦法官果然是秦法官。既然嫌疑人已经来自首了，那我重新申请采样，重新再验一次，结果也是一样的。薇薇，为什么你要跟外婆撒谎啊？我怕你知道我撞到的是谁，就会阻止我自首。我很想说出来，我真的不想再连累其他人了。我不需要律师代表我只想自己承担这个责任。我懂了，你长大了，你可以自己做主。不过外婆也会陪着你，我会在法律的层面维护你的利益。别害怕啊！好，继续吧。继续。一伟，
一伟，秦法官，你不能这样，让他说两句，让他说两句。儿子，没事的，不用怕，有爸爸在。爸爸，我告诉他们那天发生什么事了，全是我自己的责任，完全与你无关。你们要起诉他什么罪？锦衣卫触犯道路交通法逃避责任罪，我们现在已经正式逮捕他。我要保释的，申请保释了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被拒绝了。顾及到有潜逃的风险，所以在这段期间，他是不能保释的。我们会把疑犯直接关押在拘留所。带他走。Yes, sir。不用怕，爸爸会想办法。相信我，相信我，不用怕，相信我。走吧。我有事要问你，回去再说。王轩，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，你在休假期间不要再插手查这个案子了吗？你不是也帮我拿到了出境禁止令？我是收集到情报采取行动，但是你是未经批准行使警察职权，你是不是嫌内部调查科的人不够证据起诉你，你就主动送上门呢？是我不对，但找到真凶就是值得的。OK， 等案子结束之后，我想内部调查科的人看你能干，破了案，应该不会再一直针对你了。这案子没那么快结束。秦玉他一直都在误导我，你别再节外生枝了，好不好？人家的儿子不是已经说了，他老爸是不知情的。还有，你根本没有证据证明秦玉他有份参与。如果你让我复职，我就可以去找证据了。反正这个案子一直都是我负责的。OK， 我可以让你查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不要再针对秦玉，因为我不想其他人觉得你别有用心，你明白吗？我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他。是不是你叫一维自首的？我正想问你，是不是你叫一维隐瞒、撒谎、骗我？他撞伤的是韩奎龙的儿子。你觉得他被判入狱，还有机会活着出来吗？是他找我的，他很后悔，很自责，想为自己的过错负责。这么做也没错呀，不是应该这么做吗？你之前有那么多不正常的行为，现在我有了合理的解释。我再问你一句啊，你最好老实告诉我，在帮维维隐瞒的过程中，你有没有做过违法的事？你有没有连累过无辜的人？
我已经取消了假期，重新负责这个案子。你没有要求我去警署，就代表这次是非正式谈话。我只是想问清楚几个事实，对于调查方向就不会有偏差，对于你儿子来说也比较公平。你不反对吧？当天，你一口咬定马山宝就是偷车的贼，但是现在，你儿子自己来警署自首，说自己才是撞到韩刚的人，可以解释一下吗？可以，那你听清楚，当天我是跟你们说，在我家的附近发现马山宝，而认定马山宝是偷车贼的是警方，与我无关。这个答复你满意吗？我给你看秦一围在医院出现的监控照片，你答应我会带他来警署协助调查，但是没多久，我就被人实名举报，要被内部调查。我约韩烈见面那一晚，你也约了我，你跟我说你已经在我家附近，所以最有可能看到我和韩烈见面的人是你，但实名举报我的是周洛文律师。整件事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？真的只是巧合那么简单吗？投诉机制对举报人是严格保密，你不应该向第三者披露。我作为法官不能坐视不管，但是鉴于这次我们是非正式谈话，刚才你说的话我可以当没听过，但我要提醒你，违反保密制度是要负纪律责任的。秦一围的口供已经清楚地交代了意外的时间还有地点，但是当天晚上是你亲自来警署报失车辆的。根据记录，你说那辆车是早上10点左右被人偷了。我想问你怎么知道车是10点多被人偷的？我想问清楚的是，你所说的和你儿子秦一围提供的口供当中有什么区别？我和他是亲属关系，除非你主动披露供词，让我知道他没有在被误导的情况下做供，否则我申请使用援引免责权，避免做出对他不利的陈述。秦法官果然厉害，谢谢你配合我。这件事还没完，我会再来的。好的。那你千万别介意啊，很久没谈了。我是想借这首歌，祝你破案成功。真凶是落网了，但是帮凶还逍遥法外。哦，秦玉是法官，他一直以来都是个好法官。你别忘了，你以前很相信他的，你还因为保护他导致你的手受伤了。这也不代表他可以知法犯法啊。他没有犯法，他只不过在行使法律程序的时候，将对自己有利的因素加以利用而已。这是聪明，聪明不算罪。他连累了无辜的人啊！法庭审的是证据，是审不了道德还有良心的。为什么你不停地替他说好话？我是欣赏他，但是我更希望你别这么执着。别说我了，说说你吧。怎么样，流氓那边有没有新进展？我一直都有跟他保持联系，他现在是犹豫不决，在考虑要不要做手术。
你说他癌症晚期，那会不会？会啊。所以现在真的很难跟他说其他事。如果连这条线索都断了的话，喂，我们两个不要再讨论这些事了，先说说正经事。我希望你学这首歌。那这首歌分为2部分，如果你学会了，我可以帮你合音呢，很浪漫是不是？我学？对啊，要学很久的。多久都没关系，你先试试嘛，试试。哎，有东西啊！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啊？哎，你帮我看看什么？这吉他我花1万块钱买的。不错不错，你慢慢看啊，你帮我看一看。我收拾东西。哎，我。哦，你来了。谢谢。对。岳母，我想跟你说，有件事发展到今天，我这个爸爸和法官的身份是重叠了，但是这2个身份同样是做出了维护伊维的决定，所以我希望有些事你不要问。现在我和你是伊维仅有的亲人，如果我得不到你的配合，我会很难帮的。只要是为了伊维好，我什么都配合你。OK。等等。你在哪儿找到的？不是我找到的，是维维找到的。伊维？诺文，找我有事吗？我听到消息，你儿子去自首了。那你呢？每个人做错事不是都要付出代价吗？为什么你就可以豁免？就是因为你是法官。我盲目的相信你，我也要付出代价。我会暂停结案子，我会离开这里，我会反省一下，这条路以后该怎么走。罗文，你不需要这么做。正义是法治的核心，法治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基础，它保障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，保护我们免于暴力以及压迫，是公平、公正、平等的体现，是我们社会的道德标准。这些全部都是你教我的。我希望你也能教教你自己，好好的想一想，你还配不配做法官这个位子？喂，我試啊！
鬥如烈火燒過每個紅燈，過無餘力去追問，心別痕在心，伴隨熱火吹身太過，不知火燒翻過原因，埋沒對錯隔不人。心難被煙花，鬥爭光與暗，察覺傷感，遮蓋是非心，被良善責問，自誰斷情不於正義，而遺憾不放肆，自問自答參不透暗，望着平定人意，但望是你啲，退到腳邊失完正注視。為何在沉默不可以回頭路剎不住，臨入命理空空及詫異，漫長路建立好日子啱知，白望內心在淌血，自問自答參不透暗示，望着永遠，但我是你啲。退到腳邊心願正注視，為何在沉默不可以回頭路剎不住，臨入命理空空及詫異，漫長路建立好日子啱知，盼望內心在淌血。